朋友来到房子之后，都觉得我曹伟赚了很多钱，都觉得这个地方要富裕生活的人才会有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们长期漂流在外，离家这么远，奋斗了半辈子，要回归田园，未来和小孩甚至孙子辈回村一起居住。这个房子离合肥开车大概要30分钟。目前是我周末来乡下的度假小屋，也是我未来的一个养老保险。我是来自于江苏苏柏非常小的一个农村，小时候也是裸着脚在泥巴里长大的，面朝黄土和背朝天。19年当时是拿下了这个宅基地，总共租了20年，每一年的租金大概是1万多块钱。前后后建造了3年时间，220个平方，总体造价在160万左右。它是一个黑白灰的一个状态，和乡村的这种青砖灰瓦呼应。村子里面的这个施工队伍，他们都非常兴奋，在乡村里面，他们做的第一个这种纯混凝土建筑，从墙面到顶面都是很原始裸露。2面玻璃围合成建筑的一个主体的一个会客厅，180度的一个全透明的一个设计。我是觉得更多的要开放，让阳光更多的照进来，就临时取消了电动百叶。2层空间似乎悬浮在半空中，模糊了房子上面一些边界，和村子里更加的融为一体。我在2楼上开了洞，即使在房间里抬头就能看到外面的蓝天白云，白杨的树叶晃动的这种感觉，非常有安全感。7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中古家居，陆陆续续收藏了很多。市区里边家买的是精装房，其实也是在给中古家居找一个家。房间里面大大小小大概有20来件吧，这里面又有西方的又有东方的，以原木色为主，给人一种很温馨很放松的这种状态。又有中院、前院和后院，在整个的院落里面行走，周边它都是一个花园的一种状态。小朋友来了之后都喜欢在上面奔跑水池水都是循环利用的。庭院里面我设计了一个自己晒太阳的一个地方。宅基地里面有4棵几十年的白杨，树下面我做了一条长条桌，有人多时候聚会的一个地方，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。我第一次到村子里，发现它的村容面貌和我老家苏柏那边的村容面貌其实是相通的。这个就是其实你会有一种归家的感觉。2个小孩年龄相差10岁，大小孩呢5岁之前还在乡下的，女儿是纯粹的城市里长大，在读高1，太疲惫太卷了。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，爸爸怎么可以在这个乡村里面盖一个这样的房子？2011年的时候，身上是揣着朋友借来的500块钱，到了合肥，现在又回到乡下。这个过程我走了接近30年。最难的时候其实亏了怎么800万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还账上，拼命的去加班去熬夜。其实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人生的下半场，就是要能做到一半看清就可以。现在有时间更多的去关注在自己的身上，把年轻的时候放下的画笔捡起来，培养了一些户外的有意思的，比如说钓鱼老屋子的存在就是在庇护着我们的一些乡愁，把生活慢下来，过好人生的一个下半场。